我当下决定了全下，事后我觉得有一点后悔啊。如果对手在大盲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玩家，我不希望去进行一个没有位置的翻牌后，那他当然也不是到非常的弱，只是说以平均值来说，我应该都还是可以降低自己出局的风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消息，就是我的战队福利又加码了。现在只要加入小 P 战队，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最高总价值$500的战队福利。如果说你推荐你的朋友加入小 P 战队的话，还可以额外领取$10的锦标赛基金。活动时间有限，赶快加入小 P 战队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这个 Bellagio 的 Five Diamond 主赛事进入到第4天的手牌状况。今天的手牌呢，有几手非常的有意思哦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进入到第4天的时候呢，我有585000的筹码量。那开始的盲注级别呢是15000，也就是大约是40个大盲左右。然后呢，我们的桌子呢总共有7位玩家，所以是一个7人桌的状况。这手牌呢是在 Hijack 玩家，他有60万的筹码量，他选择加注了35000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在 bottom 位，我有58万的筹码量，我拿一个 Q10 同花，那选择了跟注。我们跟注的手牌范围，我认为2张7、8同花以上的手牌呢，都会考虑跟注。我觉得5、6相对来讲边缘一点，很多的同花 A 我们都会跟注，因为我们在 bottom 位。所以我们的整体的手牌范围呢，大概会是长这个样子。翻牌呢是198 Rainbow， 底池95000。好，这个时候呢 ，Hijack 玩家持续下注了一个4万，那我当然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。那在这个翻牌，我会不会考虑加注？我觉得不会哦。第一个是因为我认为我的手牌非常的适合跟注。那如果今天加注的话呢，我最少我会希望多一些双头顺的机会，比如说10J 同花，或者是一些7、8同花，我觉得会是更好一点。所以当下呢，我选择了跟注。转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3，同时还是一个彩虹面啊，底池175000。这个时候呢，对手又下注了一个比较小的下注尺寸55000。我的手牌呢，当然还是领先他的炸虎，但是输给他的价值手牌，所以这一个很明确的跟注。然后呢，合牌又是一张小牌，无关紧要的5。然后呢，底池285000啊，这时候对手过牌。那我觉得对手过牌的话，我们的手牌呢是非常明确的过牌啊。原因是因为我们没办法价值下注啊，基本上我们价值下注会跟注的只有一手牌比我们弱，就是10J 啊，输给我们。除此之外呢 ，Q10 是分钱啊 ，K10 跟 A10 都赢我，然后如果他是 JJ 的对子，他也赢我啊，所以我的手牌在合牌呢，绝对是没有道理去做下注，那我就过牌。很遗憾的是看到对手是 K10， 也就是说刚好这个踢脚高我1格，所以我就输了一个10几万的底池，然后弃牌了1圈2圈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，让我的筹码量掉到了剩下315000这手牌呢，一样呢是在15000的盲注级别，然后弃牌到我在小盲位，我拿了一个 K7 同花。首先呢，我们用一个排除法，我们就确定这个牌绝对不会弃牌。那我们有几种策略，我们可以考虑跟注，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小一点的加注，譬如说3个大盲左右的加注，也可以全下，它还是一个正 EV 的正期望值的全下。那我觉得当下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个更长时间的思考，认为哪一个才是最好。我当下决定了全下，事后我觉得有一点后悔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因为我认为这个大盲位其实不是一个太难缠的对手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对手在大盲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玩家，那我应该都会考虑加注或者是考虑 all in。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厉害的玩家，我不希望去进行一个没有位置的翻牌后，尤其是对手是厉害的玩家又有位置，那基本上是非常难处理。那他当然也不是到非常的弱，只是说以平均值来说，我认为选择平跟或者选择一个小的加注，就算他今天跟注了，我应该都还是可以降低自己一次直接 all in 的出局的风险。那我觉得当下我选择 all in， 然后他在问筹码量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的牌一定不会到太糟。他看了一下筹码量，确定一下之后，他就跟注。然后呢，他是 AJ 不同花，我是 K7 同花。那很遗憾呢，就是这把牌呢，就是翻牌是一个什么10嗨，然后转牌是一张 Q， 然后合牌又开一张关紧要的牌，所以我就淘汰出局。那这场赛事呢，总共是有569个买入然后呢，我获得的是第26名，总共这场赛事的奖金呢是$32,400 26名。那我觉得有点遗憾毕竟打了第4天我们预计感觉好像自己会打到更后面奖金的差别是非常的多，因为这个
第1名有破100万美金啊，如果说第9名、第10名的话，都有接近10万美金哦，非常的可惜啊。那我觉得最后一手牌处理的方式当然是正 EV， 但是我觉得说是一个小的失误啦，但也没有到太糟糕，就是有点遗憾啊。这场赛事呢，我觉得以整体的状况来讲呢，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的一个赛事哦。原因是因为它的第一天的赛事呢，只打8个级别，然后每一个级别是1个小时，时间的长度呢是刚好1个小时，它没有晚餐休息，因为对我来讲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晚餐休息的话，我基本上都是不吃的，因为我自己吃完饭呢，我会头晕，所以我都不大喜欢这个晚餐休息。那刚好这场赛事呢，就是它都没有放晚餐休息，它就打到8点左右9点，然后就让你结束。你可以回去休息，你要吃饭你就吃饭，你想要早点回去睡觉就早点回去睡觉，然后每天都进行8个小时。所以我觉得以赛事的安排呢，它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赛事。然后在第2天呢，它是变成是一个90分钟的盲注级别哦，时间更长，然后一样呢只打5个级别，也就是大约7到8个小时，然后就结束。然后到第3天的时候呢，开始有这个所谓的 shot clock 计时器，每位玩家呢都有这个计时器，然后如果说你超过30秒的话，你必须要使用一个时间来延长你的思考时间，也代表是说其实不大会有玩家拖时间，所以我觉得它的流程上呢，在各个阶段都是处理的非常的好。然后再加上这一场比赛呢，有比较多的娱乐玩家啊，所以我觉得以一个1万的赛事来说呢，它的难度并没有特别的难，也就是说它的强度来说，其实是非常的适合，就算平常不是打1万的赛事的玩家都可以参加。所以整体来说呢，其实这个系列赛，我觉得这个主赛事呢是非常的好玩呢，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人都有，还不错。那我们这个就是一个主赛事到第4天的结束，同时呢，这个主赛事呢也是这个 Bellagio 赌场的最后一场的系列赛的赛事哦。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相关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关注我的频道，我还会参加很多其他赛事，分享更多的手牌。接下来呢，我会到这个 Win 去参加另外一场3000的赛事啊。如果说大家想要问我手牌的话，记得请到下方链接我们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。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，我们会挑一些有意思的手牌，然后我们会定期的作为一个回复。那如果说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分享。我是小 P，大家拜拜。